大家好，我们是蛙家。家中物品乱糟糟又不整齐的时候，心情也跟着不美丽。想要买收纳盒来整理，但又不知道怎么挑选吗？你的心声，蛙家小编听到了。这集为你挑选来自3个国家的收纳盒做 PK， 让你知道哪个收纳盒比较好用。快跟着小编来看看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一般吊衣柜下方都会有一个平台，上方吊衣服，但下方的空间往往就浪费了。即便有放置衣物，但如果没有好好收纳，也常常会造成衣服山崩的景象。若用错收纳盒，也会有找不到东西的窘境，也很容易积灰尘，空间又无法妥善利用。这时要如何才能有效利用衣柜空间呢？这时候你就需要抽屉盒。在选购之前，最好先量好衣柜的尺寸，包含高度、深度和宽度都很重要，避免买太大，门关不起来。另外，最好是选购透明的抽屉盒，这样才比较容易看到抽屉内的内容物。如果是亲子共用衣柜，可以选用这种有分隔的抽屉盒，去收纳小朋友的衣服，更方便收纳及拿取。也可以依照你吊衣柜下方的空间去规划，如果空间足够，就可以叠到2层，甚至是3层。放置较低的抽屉盒也比较方便小朋友拿取衣物。抽屉盒的好处就是拖拉方便，可以多放很多衣物。到了换季的时候，直接对调抽屉就可以完成换季动作，是换季收纳的好帮手。如果家里空间许可，有些冬季毛衣不想用压缩袋收纳，就可以用这种抽屉盒收纳，保持衣物的蓬松。接下来是抽屉盒开箱评测的环节，我们这次评比的项目有美观度、实用性、价格3项。首先来看网友最常用的 IKEA 抽屉盒，再来看很多小资族喜爱的无印良品，最后来看小编近期觉得不错用的台湾品牌 Keyway。这3款的美观度其实差不多，但小编把票投给无印良品，因为它除了正面是透明的，侧边也是透明的，上面则采用雾面，相较起来更为美观。接下来要来看抽屉盒的实用性，我们先来看抽屉盒的厚度，因为厚度会影响实际内盒的空间。小编将3款抽屉盒放在一起比较，最薄的是 Keyway， 中间的是无印良品，最厚的是 IKEA。再来看内盒的软硬度，如果太软，抽屉盒容易变形或是承重效果不佳。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，IKEA 的内盒是最软的，其他2款的软度则是差不多。另外，抽屉盒好不好拖拉也是一项重点。我们来测试看看，拖拉过程中抽屉内盒会不会滑出？看来无印良品是最滑顺的，但它也最容易滑出。防掉出的设计则是 Keyway 这款比较好。还有，如果抽屉盒要堆叠的话， IKEA 和 Keyway 都有附赠小零件，加强它们堆叠的稳定性，这点也是大大的加分。综合以上评比项目，小编把实用性这票颁给 Keyway。最后来公布3款的价格，价格方面获胜的是无印良品。看完3款评比，你最喜欢哪组抽屉盒呢？如果家里的衣柜抽屉太大，整理好的衣服折得很整齐，但旁边的袜子却东倒西歪，拿也不好拿，常常找不到要的颜色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如何让衣柜抽屉收纳效能发挥到100%呢？这时候你就需要隔板收纳盒。在抽屉太大的时候，隔板收纳盒可以将一些内裤、袜子或是手帕收纳得更整齐，一目了然，更容易找到想要的颜色。或是衣柜有机灵空间的时候，可以用分隔收纳盒来收纳，放一些皮带、毛帽等配件，也可以用来收小朋友的泳裤、蛙镜等小物品，甚至还可以堆叠起来，更省空间哦。紧接着来到了隔板收纳盒的评比环节，我们先来看 IKEA 的隔板收纳盒，再来看无印良品的隔板收纳盒，最后来看 Keyway 的隔板收纳盒。以美观度来说，是 IKEA 较为美观。以实用性来评比的话， IKEA 和无印良品的隔板收纳盒都是布的材质，所以不用的时候皆可以压扁收纳，不占空间。
但两者不同的是 ，IKEA 有附2片硬板，在使用上较为硬挺，不会软趴趴的。虽然 Kiwi 的隔板收纳盒是塑胶制的，但它的优点是隔板可以移动，可依照收纳的物品大小调整，底部有轮子，可拖拉，使用上更方便，甚至可以堆叠，有效发挥空间利用。所以以实用性来说，会是 Kiwi 获胜。最后来公布3款的价格，价格方面获胜的是无印良品，但另外2款各有不同特点，可以依据需求选购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竟然趁小孩不在时，把小孩的绒毛玩偶偷偷扔掉，只为了下班回家后可以在沙发上休息放松。但除了丢掉之外，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娃娃等各式杂物要用什么来收纳呢？这时候你就需要置物篮。置物篮的特性就是容量大，旁边有把手，方便搬移，用来收纳这些玩偶相当合适。而且有孔洞，透气性佳，所以很适合用来放置包包或是绒毛玩偶，保持透气，避免发霉。有时也可以用来收纳流理台下的厨房用品，原本杂乱没分类的厨房用品，透过置物篮也可以收得很整洁，也更容易找到所需的物品。紧接着来到了置物篮评测阶段，我们先来看 IKEA 的置物篮，再来看无印良品的置物篮，最后来看 Kiwi 的置物篮。美观度的话，无印良品的藤编置物篮获胜，看上去非常的有质感。再来看这3款的实用性， IKEA 和 Kiwi 的置物篮皆有透气孔，这2个品牌皆具有把手，方便搬运。Kiwi 的甚至4边皆有把手，更为方便。如果有多个置物篮， IKEA 款有附赠连接的配件，方便组装串联。Kiwi 的置物篮则是可以堆叠，更为方便省空间。最后来公布3款的价格，价格方面获胜的是 Kiwi。虽然无印良品真的很有质感，但以实用性和价钱来说，也可以选择另外2款哦。家里药品一堆，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内服，哪些是外用，也怕小孩乱拿乱吃一通。或是老婆买了一堆保养品、化妆品，但老是找不到收纳这些物品的地方。如何才能简单又有效率地收纳这些小物品呢？这时候你就需要收纳盒。这种一般的收纳盒可以放置居家常用的瓶瓶罐罐，实用性高，不管是卧室或是客厅都可以使用。如果搭配标签机使用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大人小孩都好找东西，也好做分类规划。用来分类保养品或化妆品也很实用，可以让老婆有一个更舒适整齐的书画空间。接下来又来到收纳盒评测阶段，我们先来看 IKEA 的收纳盒，再来看无印良品的收纳盒，最后来看 Kiwi 的收纳盒。美观度的部分，这次是 Kiwi 的获胜。以实用性来说，3款收纳盒都有把手可拖拉，只是 Kiwi 的孔洞较大，较为方便。IKEA 的有附盖子，但需要盖上盖子才可堆叠，而且外形有斜角，所以空间有些许的浪费。而无印良品和 Kiwi 皆可直接堆叠。Kiwi 的底部整圈都有凸起，所以堆叠时卡得较为紧实。无印良品的则是只有前后有卡损。以实用性来说，是 Kiwi 胜出。最后来公布3款的价格，价格方面获胜的是 Kiwi。Kiwi 在一般收纳盒中真的是便宜又好用。小编最后总结一下挑选收纳盒时的5大原则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1、用途，确定您需要用收纳盒来收纳什么物品，是否需要通风、防潮、防虫。2、大小，确定您需要的收纳盒尺寸，考虑收纳物品的大小，并确保有足够的空间放收纳盒。3、材质，不同材质的收纳盒具有不同的性能和特点，例如塑料收纳盒轻巧、易清洁、耐用；木质或藤编收纳盒耐用、有质感，但重量较重且易受潮。4、样式，收纳盒有许多不同的样式，例如堆叠款、抽屉式等，根据您的个人需求和空间，选择适合的样式。5、
价格。收纳盒的价格因材质、样式、品牌等因素而有所不同，根据您的预算和需求，选择适合的收纳盒。总之，挑选收纳盒时，请确保它能满足您的需求，并考虑用途、大小、材质、样式和价格等因素。今天的好用收纳盒篇，大家有买过哪些呢？还有哪些是我们没介绍到的吗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使用经验，或许下一集就能开箱试用给大家看。下次见喽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